圣上，你看，那远处是什么呀？县主，公主的尸体被烧得过于严重。县主昏迷期间，太常寺已封存残骸于夏宫，待抓到真凶，查明真相后，再行入殓。这对金钏最为漂亮，你我各一颗。圣旨到！有旨，上言佳节，天子眼前既有凶犯行此凶案，谋害公主，责令大理寺与内业局速查此案，接旨。这案子我来查。县主，你与宁远公主素来交好，这件案子还是交与别人来查吧。我说了，这案子我来。那就有劳县主了。在场宾客、工人，全部不许出宫，问清案发前后行踪，才可放还。是。要查出现在西南方，去对面的3座楼上找，附近出现的人着重盘问。是。县主，这位郎君就是在西南回廊被抓住的。要查飞过时，他就在附近。你是何人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见过不成县主。
何处置？你用的什么熏香？家母所配，我也不知。你方才说自己叫什么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。令尊可是太子太傅萧文渊？是。宴席期间为何离席？身子不适，前去更衣。更衣需绕行那么远？久未入宫，一时迷了路。案发之时，你人在回廊，刚好经过。可看到了什么？看到药叉从空中飞过，还未看清，便被禁卫拦下了。山藤纸、松叶墨、纸张焚烧，烧过什么？带下去，看好了。是。县主若想破案，不妨去寻石上火与木下金，挂中有乾坤。装神弄鬼，带走。是。如意阁上有情况。果然，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这是固定药叉用的。为了装神弄鬼，还真是没少费功夫。蜡油、丝线。果然，原来就是这个将药叉风筝拽过来的。对面蜡烛燃尽，固定风筝的丝线崩断，这里的机关就立刻被触动。有人处心积虑，想要婉顺的命。若想要药叉在公主跳舞时升空，不光要知道宴会的流程、公主出场的时辰，而且还要提前布置好装置，并且在适当的时间点燃蜡烛。凶手必定能在宫中自由走动。屋顶上的蜡油差不多半个时辰就能烧完。事发时，宴会进行了约3刻，所以说，凶手必须要在宴会开始前1刻左右就布置好装置，并点燃蜡烛。宴会开始时，我曾在那处阁楼中看到过太史丞。从如意阁顶到县主所说的位置，就算是身手了得之人，也至少要2刻才能赶到。所以说，不会是那太史丞，不是他。如意阁顶是石上火，这里也确实有木下金。那个太史丞靠卜算算得这么准，他一定看到了什么。劳驾，给我笔墨。风筝着火冲向舞台，然后点燃宫灯。不，药叉着火是用来装神弄鬼的，舞台上的火才是用来杀人的。宫灯并非风筝引燃。是火药。这火药杂质极多，不像是官家配备，应该是私造的。
所以，点燃舞台的时间也是提前计算好的。可宫灯分布在舞台四周，如何同时引燃呢？县主，刚才那位被带走的太史臣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他说可以助县主破案。县主破案还用得着他帮忙吗？我替县主看看，他要耍什么花样。宫灯是在舞台下方被引燃的。凶手在舞台上的每盏宫灯下方都引出一个碾子，将碾子聚拢，在风筝升空前就计算好了时间引燃这些碾子，随后宫灯爆炸。凶手对时间的把握还真是精准。里面都是石板地面，只可能在暗门外的土地上留下些。老大，我错了，我再去找找。不用去了，他们一直在附近搜查，血印早被踩乱了。那我找人把这半枚血印踏下来。我懂了，这画中展示的就是暗门所在。县主，你看。这个太史城有点东西啊！走。县主终于来了。跟我走。县主可以还我清白了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是你做的。既然如此，告辞。你可以走，但要跟我去查案。我是太史局官员，如何查案？我知道你去了哪里，见了谁。不信？你呀，去了花萼香灰楼。太史城在上元夜宴时入宫，必定是被秘密召见，所以你不敢说出自己的行踪。你在西南回廊看到了药叉现身，虽只是蛛丝马迹，但你的眼睛和脑子都很厉害，坐牢的功夫便想明白了机关的全貌。确实是萧某匆匆一瞥，随后推演出来的。但县主所说其他，恕难告知。既然县主已知我无罪，属下官告辞。圣上口谕：和亲当前，公主横死，恐有人为祸后宫。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智敏无双，见微知著，可与福昌县主李佩仪共破此案。接旨。太史丞，圣上的英明决断，你可有异议呀？
圣上还特赐一枚灵符，你可以自由出入兴庆宫。臣谢恩。县主，当务之急是速速查明此案，莫让公主抱恨终天。是。子午卯酉甲庚至，辰戌丑未首长书。仵作上手之前，仪式。常人不差时，天神灵，地神灵。顾巡使万岁寺。这是谁呀？姚仵作。啊，不，那个老姚仵作的儿子，小姚仵作。老姚呢？你不同意他告老请辞了吗？然后你让他儿子接那个班儿，忘了？这孩子有点胆小，可能啊拖延时间。小姚啊，你这还要多久啊？半个时辰。你快点去找别的仵作，都不敢来。你全城的仵作，这都是老姚的徒弟。老姚今天发话了，必须让他儿子上手，别人不能帮忙。老姚那脾气你也知道。辰戌丑未首长书，寅申巳亥全着手，死去盲人不差时。天神灵，地神灵，各位好。他不能验尸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能，我学医的，懂医理，也不怕尸体。这不那谁？我可以进一步验尸，查明真相。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哎，我替你干活呢，出那么大案子，死了那么多人，你仵作半天了，给我干！干嘛？我刚才那是仵作的规矩，你懂不懂啊？我只懂你要不再赶紧着，没准就验不出毒来了。你验什么毒啊？你不懂就别瞎搅。我刚看了看，这几个人衣着与其他船工不同，腰里还藏了匕首。他们浑身都是腱子肉，一看就是练过功的，哪那么好杀？还有，他们身上除了这个致命伤之外，再没有其他任何外伤，说明他们被杀的时候没有任何挣扎反抗。所以我怀疑他们被提前下过药，这哪怕不是毒药，至少是让人丧失反抗能力的药。那也不行。验毒之前呢，得拿这个造假水先把银针给清洗干净了，这样它才不会影响验尸的结果。那你来，我来就我来。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出病来啊！我给你瞧瞧吧。没有，没事，我缓会儿就好，缓会儿就好。这个赵不游啊，有点意思。这一家子都有点意思。银针都验不出毒，这方法能管用？如果毒性弱，银针就验不出来。但是拿热醋敷尸体，能把尸体的热毒给逼出来。这白饭团呢，比银针更容易吸附毒性。把它放到尸体口中，只要它变黑，也能说明尸体有中毒的迹象。你真厉害！看来我真不是一个当仵作的料啊！这人先放你滚来！干什么呢？只有这么一点，这么大威力，这要加量的话，不得加个防导无他？你是啊，你少放点东西，你别把桥再给炸了。变色了吗？变了，哎，真的变了，这方法还真管用。不过这能确定是什么毒物吗？要不我闻一下吧？你闻一下啊，因为我鼻子打小就特别灵，所以我爹就老培养我闻各种毒物的味道。
有股蒜味儿。那不是也正常吗？那他们也得正常吃饭啊。不是，哎，算了，用不着你闻了，我直接眼见为实吧。你又干嘛呀？直接剖了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哎，这绝对不行！这样，咱把这些尸体都先验了，看看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咱去跟顾巡使禀报一声，然后再说。过去看看。是。母兄，这事成功了。官人，哎呀，就是这么的不听劝呀！还是你，邢摇头，他是成功了啊！来说说，是苦土和硫磺。我看过一本炼丹术的杂书，上面交代，苦土和硫磺混合后燃烧起来，发出的光比阳光还刺眼。是我看见了，就比那个呲儿啪那个烈多，没想到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个硫磺啊，到处都能买着，苦土倒是个稀罕物，有查过在哪买的，谁买的吗？那你得问我呀，这都是违禁品，是我派人好不容易才搜罗到的，不是官府的人绝对办不到。顾巡使，我们已经验完了，共4具尸首，与其他尸体衣着不同，他们都深藏匕首，看身形都像是练家子。这些尸首也恰是这些尸首都有中毒的迹象。中的什么毒啊？应该是石蒜，因为我闻他们嘴里面都有一股蒜味儿。少量服用虽不致命，但会让人身体乏力，失去控制力。石蒜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石蒜产于江南，我们这里应该没有。难怪呢。行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是。爸，你别瞎帮忙。你相信我。顾巡使，既然木耳释出了苦土和硫磺，案发时那道光又是从河面上发出的，那会不会他们是在一条船上烧的苦土和硫磺发出强光？当时可有检查来往的船只？查了，案发时的船只都被我们扣住了，没有什么苦土硫磺。那船上可有被烟熏过的痕迹？船上没有什么异样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也许可以试一下。哎，莫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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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计划？传回生助手，刚刚强光燃烧配料中的硫磺可以驱虫，所以我们去把虫子给熏出来。要真有虫，那不是今天早上已经被硫磺给熏？哦，熏不出虫子的那条，就是我们要找的那艘船，因为今天早上已经被人熏过一次了。正是，就算能把船里其他的痕迹都清除掉，也找不回已经被熏跑的虫子了。我也能一块查看吗？当然。爸儿，你跑这下捣乱什么呀？那二哥能帮忙，我就不能帮忙了，还不是怕你丢了差事被嫂子给吃了？我还要感谢你啊！就是要谢谢我。我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你嫂子生了我的气，我怕她想不开。你呀，回家一趟，帮我看看她怎么样了啊！大哥，你怎么嫂子了？哎呀，你就回去帮我看看。不说是吧？我回去问嫂子去。头，这就是带行销的进城的船主，说吧。以萧爷为首的那伙人是在应天府上的船，他们让我们低着头，不让我们看他们的脸。我只看到他们一个个虎背熊腰、身强力壮的。他们上船之后，直接就进了客舱，让我们一路驶到京师。这期间我断断续续的听到他们在客舱里议论事儿，一是说好像要找个猪头，猪头，啊，那就是这伙人了。那接着说。二是说去找一个叫福陵的娘子，说她惯会开方子，她每次来京城都会去找她。福陵啊，
哎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一身酒气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前些日子啊，大夫给开了一些方子，我们把这药材拿出来晒晒。大郎啊，我认识个开方子的小娘子，叫福玲啊。那个小机灵鬼儿，听说在船上啊，她给男人开了很多方子，可让人舒坦了。开方子？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，他们说他们有个师妹。师妹？头儿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姓肖的这伙人，绝对是杀人的。福玲是他师妹，师妹是谁呢？师妹就是早晨从汴河里出来那个蒙面人。万推司，可否将记录？有一医馆的女大夫，叫福玲，疑似早上落水的蒙面女子。对啊，就是这么记啊。铁齿飞剑有。全城医馆去查一个叫福玲的大夫，听到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查去。走吧。头儿，早晨咱俩不是在虹桥上看着呢吗？我后来就把我二舅啊给找来了。我二舅画画呢，我就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、原原本本的跟他说了。他呢，听我说的这些，就认认真真的一笔一画的把这些都画出来了。虹桥上的百姓人数应该不对吧？肯定不对，这是示意图。我说的重点是没船，船和桥的比例也不对。挑毛病呢？这不就是说事儿吗？顾巡使，我认识一位画师，他把早上整个案发的现场也画了下来。您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把他带回来。这又推荐人啊？这么大个事儿，哎，不知道折腾到什么时候。这损失谁来承担？干嘛？你干什么呢你？我来查案，顾巡使派我来的。哎呀，这什么？折腾我们一天了，这还让不让我们走了？这船上的货可都烂了。你看怎么办？我能帮你们去蛀虫。哎，虫什么虫？不要！你走，是顾巡使派我来查案的。顾巡使是派我们来驱邪的。今日这河里死了那么多人，河水污秽，顾巡使怕这污秽跟在了你们的船上。我找到了，赵兄，我的画儿竟能帮助破案。我方才向顾巡使介绍过你，所画即所见。哎呀，话别说得太满啊。这有轿子吗？当时桥上有轿子，还有2匹马、3头驴，2头驴是被牵着的，有一头驴上骑着个人。乘轿的人和骑马的人互不相让，顶在了桥的最高处。我们家人了，你这耽误我们时间可大啊！真的你非常大啊！我们家人了，对，全对。当时在这条煤船上，一共有多少个船工？一共有27人。咱们在河上找到多少具浮尸？15具。在过虹桥的时候，所有的船工都乱作一团，才放桅杆。为何船舱中还有4个人？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喝酒，已经醉了。不应该啊，4个人都喝醉了。顾巡使，刚才仵作说的是几人中毒，共4具尸首，与其他尸体衣着不同，看身形都像是练家子。就这4人，在汴河上跑船运的船，怎么会有4个练家子？这么大一条煤船，怎么就能凭空消失呢？
张兄，今日你在汴河作画，有没有发现还有其他异常？哦，还真有。啊，这幅是今天更早的时候我画下的，画的是虹桥的西面，和刚才那张是可以衔接在一起的。这有何异样？看一下这幅画里的船，有哪一艘和之前在汴河上来往的船只有所不同？我平日在汴河上面看见的船只收放石钉的角轮，一般是在船尾的这个位置，但是这艘船角轮是在船顶的上方，而且这艘船比其他的船只要宽上许多。那这两条船船尾都有舵，这条船你没画是因为它没有吗？是的。顾巡使，找到造强光的那条船了，是一艘无主小船。今日案发时，那个船停回了码头，一群人鬼鬼祟祟地下了船之后便消失不见了。隔壁的船主看到了这一幕，便起了歪心思，想把船占为己有。被我们戳穿了之后，他便交代下船的那些人里，除了船工，还有一个西域人。西域人？这东京西域人多了去了，怎么找啊？先找这艘船。